将军，您刚办事回朝，别太累。夫人，就看完这些，夫人先去休息吧，我马上就来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夫人，我来给主人送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将军。无非是反战小人嫉妒我罢了。小梅啊，你下去吧。我不看了，还是你们看吧。怎么样啊？很奇怪，按理说，王珂大将军武艺如此之高，一般人近身都难，怎么能被杀害得如此之惨？况且，这把剑就在他身边，说明他生前肯定用它去抵御。但从剑上来看，却没有丝毫痕迹，说明未能伤对方分毫，这不很奇怪吗？更奇怪的是，据我观察，这屋子上下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，甚至没有将军搏斗的痕迹，这屋内的设施也完好无损。难道说这是幽灵？还有最奇怪的呢，以我的观察，将军之所以只剩下白骨，并非融化或是腐蚀，那是什么？从伤口上来看，像是一点一点被吃掉的，才剩下的白骨。吃掉？没错，有的筋骨还是新鲜的，有细微的血筋和细密的咬痕，像是生生被吃掉，又或者是故意制造的假象，迷惑我。你发现什么了？现场没有入室的痕迹，从门而入也太明显了吧？那这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难道他之前就一直藏在这间屋子里？不可能。家丁告诉我，为恭迎将军平息战乱，凯旋而归，府上已经把每个犄角旮旯都打扫过了。更何况，这个房间无处可藏。将军应该是先被杀死，再变成了白骨。可王将军的威名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武功可是盖世无双啊！究竟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让将军还没有出手就被杀死了呢？那得去问问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走。将军昨天回到府上，刚刚脱下铠甲，就
急匆匆进了书房，就一直在看卷宗。昨天有什么外人来府上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喊叫声、打斗声？那就奇怪了呀，没有任何响动，凶手是怎么把将军放倒的呢？夫人，昨天晚上谁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？什么时候？最后应该是小梅。昨天夫人走了之后，我去给将军送茶，之后我就走了。那你最后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将军的表情，或者是哪里不对劲的吗？事实上，是有一些奇怪的事。哦。昨天我去给将军送茶，一晃神儿，突然射进来一支箭，那箭上还扎着一个纸条。我看将军看了那之后，并没觉得他有什么奇怪的，将军只是说，那是反战派嫉妒他升迁罢了。难道是这个？今一将功成，而万骨枯矣。神嘞！那将军府不是有重兵把守吗？那人是怎么进来的呀？这箭是从什么方向射来的？当时我背对着，箭应该是从门口射进来的。如果不是将军，小梅就已经命丧黄泉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反战派对将军攻击的可能性很大。将军刚刚升至代国公，眼红的很多，这主战派和反战派势不两立，经常在朝廷上掐起来。将军的升迁本可以让主战派一飞冲天，而现在杀死将军，对反战派确实能带来不少好处。李少卿，请你们一定要为将军做主啊！拜托你们了。现在整个长安城都人心惶惶，你还有心玩蚂蚁呢？一天天除了吃就玩，以为你多大本事呢？行，你们俩查吧，我不干了。切，不跟你俩一般见识。哎，可千万别小看这蚂蚁，将军的死可是跟这蚂蚁有很大的关系。瞎说，怎么能跟蚂蚁有关系呢？将军的死？那我问你啊，将军回家之前，夫人是不是已经把将军府打扫得干干净净了？对啊。那我怎么又会在书房的后墙角里发现松土呢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曾经在大邑见过这种蚂蚁，这种蚂蚁呢叫军蚁。别看一只军蚁的力量不算什么，但是把它们聚集起来，吃下一只猛虎都不在话下。哦，那你说的是大邑耶？长安城怎么可能有大邑的军蚁呢？不可能，你净瞎说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人故意把军蚁引进将军书房的。对。将军府内房间众多，而军蚁只出现在将军所在的房间，并且只杀死将军一人，所以我认为是有人预谋的。那我去查个清楚，反正在长安城，大邑的人也不多。回来。可是也不少了，这样盲目查下去，只会浪费时间。那你说咋办呢，老大？将军在多重把守之下还能被杀死，我认为凶手恐怕出自将军府内，所以还是从将军府里的人查起吧。可以。切，李少卿，不是我不配合，而是接触到书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当日为了迎接将军，全府上下的人都在打扫清洗，你让我
上哪儿去找出这个嫌疑人呢？先生小心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这就找人来救你，别着急。啊，好。在这儿！你怎么跑那里面去了？快，把绳子放下来，拉我上去！抓住我！你怎么了？有什么？军医，下面有军医。军医。夫人，我们已经派人在花园中寻找蚁穴了。你是说？一群蚂蚁吃掉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看来，这种可能性最大。在那个地洞里，你真的看到蚁穴了？没有，不过那种臭味分明就是尸臭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有人在那里饲养军蚁。那你怎么可能没事呢？哎，你很期待我有事是吗？应该有防护用的暗门，军蚁就在防护门的里面。这也是军蚁没有攻击其他人的原因。军蚁的领地感很强，一旦闯入他们的领地，都被视作侵犯，一定会攻击的。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见不到你们了。好，就算花园里有蚁穴，可蚁穴跟将军书房离得并不近，军蚁是怎么过去的？王夫人，敢问府上可有什么密室暗道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想必你们也听说过，这个将军府之前本是孙承将军的。10年前，孙承企图谋反，被陛下灭族之后，陛下才把这儿赐给了将军。对府上细微的构造，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小梅，你是怎么知道那里会有危险的？我平日里面也会去打理花园，曾经掉进去过，那洞里面黑咕隆咚的，很恐怖。小梅应该早点提醒您的，幸好您没出什么意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怎么了？我看你从将军府出来，一直都怪怪的。想起了孙承将军的案子。孙承将军作为一位立功无数的将军，没想到被判谋反罪的时候那么草率。我也能理解陛下。当年孙承坐拥兵马100万，声望颇高，万一有二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说嘛，官儿当得越大，心里就越不踏实。少卿，少卿，双叶姑娘让我来告知你们，在城西山林发现马志熙尸骨。什么？我们走。是。你们到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来？怎么样了？
自己看喽。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，是黑骨。骨头怎么会变黑呢？这次应该不是君乙所为，尸骨头没有挣扎移动的痕迹，说明马志熙也是在变成骸骨之前就已经死了。若是君乙所为的话，这附近又没有遮挡物，恐怕凶手也在劫难逃。这山林的动物都会有死伤的。这马志熙一个人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呢？马志熙和王科将军关系甚好，都是主战派的主要大臣。这李治和上官是怎么查案的？王将军的死因还没查清楚，这又损失一名高官。凶手如此狠毒，再不水落石出的话，谁知道他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？陛下息怒。陛下，微臣愿意协助李少卿和上官公办理此案，3日之内必会水落石出。我想大家都了解，在朝中主战最激烈的，除了王科将军和马志熙，就剩下我了。若是这凶手再抓不着的话，只怕是……那依您所见，凶手应该是谁呢？我心中自有嫌疑人，只是没有任何证据，也不好乱说。季良兄，莫非是怀疑朝中大臣作乱？李少卿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近来朝堂内党派斗争确实激烈，但在李某看来，还没有到这种相继残忍杀害2位高官的程度。付出惨重代价的人，往往是没有理智的。他们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，我们常人都无法理解。季良兄尽管放心，有我李治在，季良兄绝对不会出事。好，来，喝茶啊！哎，我来。几位小坐，我去换下衣服。其实张继良这些顾虑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死掉的跟他关系不错，而且又都是主战大臣。三炮，去调派些人手，绝不能让张继良有半点闪失。知道了。我们去马志熙家，看看还有什么线索。主人近来确实很奇怪，常常唉声叹气，他又是个闷葫芦，问他又不肯说，直到昨天晚上，主人收到了一封信。一封信？一封很奇怪的信。他看完之后，愈发沉默了。那封信现在在哪里啊？主人看完之后，就把信烧了，而且还躲躲闪闪，生怕我看见似的。所以，你是不知道信上内容的？我以为是朝中机密，就没敢多问。然后他就去山林了？我并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，他只说要一个人出去走走，可过了丑时之后还没回来。我才发觉不对劲，就赶紧派人四处找，没想到，那你可看到送信的是谁？没有，是门童在门口捡到的。主人看过信，神情紧张，我就随口问了句发生什么了，可他就大发雷霆。这样啊，这就奇怪了。难道马志熙跟凶手认识？马志熙明显在极力遮掩些什么事，这里面恐怕还大有文章。我还是不习惯那么多人跟着，所以已经把你的人打发走了。外面危险，还请张兄千万小心行事。多谢李少卿美意。
这位是萨摩先生吧？早就听闻萨摩先生聪慧过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你吃。张兄，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当日替李兄求情，跟陛下夸下海口，说3日之内将罪犯捉拿归案。今天我来，就是想问问李兄，这案子怎么样了？惭愧啊，这马志熙的死因都未能查出，凶手更别提了。这也不能怪李兄，还是凶手太过于狡猾。大消息！大消息！什么消息啊？这么开心啊？我可能明白马志熙是怎么死的了。快讲来！我爹跟我讲，他今日进宫的时候，看见西域大使进献了一件宝物，名叫霸王水，说可以瞬间融化衣物，甚至是人。你是说，这可能跟马志熙的死有关？没错。于是我跟陛下要了几滴回家试了试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快说吧，还每次要人请啊！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那死老鼠就只剩骨头了。更神奇的是，那骨头上面也有一层黑色。那这么说来，马志熙跟王珂的死，跟西域脱不了干系。我看啊，这个什么大使嫌疑最大。不应该啊，这个西域大使我也知道，他昨天才来到长安的，根本没有时间筹备王将军的死啊。况且他这次是来求和的，如果杀了朝廷命官，这不是引火自焚吗？那如果不是这个西域大使，为什么2次作案都用的西域特有的武器呢？2种可能，要么栽赃陷害，要么图方便了。不是我说啊，西域有些东西啊，可比大唐的刀剑好用得多。或许这个人他不是西域人，但是他擅长利用西域的特有药品呢。张兄，有话直说。2年前，我跟高基一起出使过西域，当时高基就对这西域的物品特别感兴趣，也带回来许多。到现在，我想高基已经收藏了不少西域的珍奇玩意儿了吧？就算是这样的话，也不能证明高基就是凶手啊。反战最激烈的就是高基了，他多年来与我们政见不合，朝上朝下唇枪舌战，关系十分不好。若是怀疑，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。这些也都只是猜测而已。以我对高基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杀人。了解？你对高基有多少了解？嗨，我呢，也只是猜测罢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相信真正的凶手会露出马脚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各位了，告辞。我觉得张继良说的很有道理。你知道你有哪2大缺点吗？你说。太重义气，太相信直觉。我开始背案宗的第1天，我爹就告诉我一句话，我现在告诉你。说。永远都记得，官场是血腥的。好，那就劳烦上官姑娘，好好给我讲一讲高基的家史，让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高基跟突厥战争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曾经作为副将，跟随孙承将军一起出兵作战，那是他有5个儿子。5个儿子？不过在对战突厥的时候都死了。虽然儿子为国战死，让他一路升官，可也因为战争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，怪不得那么反对战争呢。哎，
那张继良有没有参加突厥战争啊？对，那场战争也有张继良。那时候张继良还只是王将军手下的一个副尉。高基有2个儿子是在马志熙手下牺牲，3个儿子是在王科将军手下牺牲。高基恨他们，也情有可原。这些也还都是推测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不调查怎么会有证据啊？哎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没说啊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高基啊，还真奇怪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高基啊，性格温和，品行纯良，可通常为官。作为同僚，他一没有去参加王珂的葬礼，2没有去关心马志熙的事情，前天还神采奕奕的在自己的府里转悠，昨天就说自己病了，请旨要告老还乡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奇不奇怪？这个老狐狸，一定是报完仇就想跑。这么看来，我的推测是没有错。高基为了报5个儿子的仇，先后杀了王将军和马志熙，是不是高基？搜一搜不就知道了。我问你，你敢搜高府吗？紫苏姑娘，报告少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张继良死了。啊？和王将军的死差不多，尸骨很干净，只剩下白骨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查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他的手指着鞋子。鞋子很干净，没什么线索。你看那鞋子的摆放哦，一高一低，低有基础的含义。高基，这是张继良给我们留的线索呀。按照你的逻辑，他的3根手指伸展，我还说是3炮呢。你去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紫苏3炮，跟我走，我要搜查高基府。啥也没有啊，你那儿有什么发现吗？奇怪，不管是军医，或者是霸王水，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会留下点痕迹吧？你不是知道很多新鲜玩意儿吗？连你都没发现，看来这次啊，真的是没辙了。凶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？三摸，你看，这是他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长得还挺帅的。哼，我本来以为他的肩胛骨突出，2肩会不一样高呢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要伤害他。白骨这么干燥，分明不是昨夜死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突厥战争，张继良，5个儿子。有进展吗？紫苏，来得正好。怎么了？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孙成将军。
犯了案就想走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孙木心，将军书房里的军椅，就是你打开密室放下来的吧？什么？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将军书房的人，又是孙承将军的女儿。书房里的机关，想必你很清楚吧？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更不知道孙承是谁。我要去洗衣服了。那儿在花园里，我还没有掉进岩洞，你就已经预知了岩洞的所在。哎，先生小心！我这就找人去救你，别着急。着急的把我救上来，看似好心，实际是担心我发现岩洞的石门背后就是军医的义穴吧？你是说他把军椅放到将军的书房？不对呀，你不说军椅在后花园吗？难道他一只一只拿过去的？军椅的蚁穴的确是在花园的岩洞里，但是那个蚁穴却有一条暗道通往将军的书房。那日李少卿派人搜索，已经发现了暗道里的石门，只是当时还没办法确定凶手，就又给了你后续作案的机会。你先用石门把军椅封闭起来，待将军回来的前几天停止攻势。将军刚刚从战场上回来，自然身上沾满了血腥的气息，很容易吸引军蚁。而军蚁的口中有毒，同时被很多的军蚁叮咬，人就会陷入昏迷当中。而昏迷之后的王将军，只能听任庞大的军蚁部队蚕食了。可那支箭呢？那句话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，凶手只有一位。另一位凶手非常狡猾，他故意留下一些信息，其目的是诱导我们去往政治斗争上考虑。不是我干的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是我害死王将军的。果然有同党。那马志熙呢？他又怎么死的？马志熙，他应该是对凶手非常信任，才被骗到山林。凶手将其杀死后，再用霸王水制造了骸骨假象。凶手跟马志熙很熟？不止很熟，恐怕马志熙临死都以为凶手还是他的忠实的部下。你说的难道是？你想让你的妹妹承担所有的罪责吗？我知道你在这个房间里。张继良。张继良，他不是？把小梅带走。你没事吧？张继良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你的这个计划堪称是完美。你料到，我们都会查到王珂和马之熙的死都跟西域有关，所以除去了没有作案时间的西域大使之外，我们唯一可以怀疑的，便是在朝中了解这些并收藏这些的高基，再加上我们在现场收集到的字条，以及朝中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，还有你在马之熙死后来樊舍向我们表述对高基的怀疑后也离奇死亡，我们自然就会怀疑到高基身上。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这个计划太过完美，所以才露出了破绽。为什么？你在凶案现场摆下布局，制造成临死前指认凶手的样子。可是你想，你都有时间来现场指认凶手，为何不想办法呼救呢？你的情况跟王珂不同，你的夫人就住在隔壁，可她浑然不知你被杀害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而且，不管是军蚁还是霸王水，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。可是我们检查过了，房间内外都没有军蚁的痕迹。直到双叶指出白骨的肩胛骨突出，这才提醒我，那具白骨不是你的。那么既然你没有死的话，原因就很明显了，是你想嫁祸给高基。
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疑虑，就算你想嫁祸高姬的话，也没必要杀死王珂和马志熙呀。可后来我了解到，突厥战争当中，高姬是孙承大将军的副将，而孙承大将军也正是在这场战役当中被认定为谋反。那么，为什么作为副将的高姬却安然度过了这场劫难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高姬被收买，甚至帮助了对方来陷害孙承大将军。而陷害孙承大将军的2个人，就是王珂和马志熙。后来我从子苏的口中得知，孙承大将军育有1儿1女，女儿就是小梅孙木心，儿子就是你。残忍地在战场上杀害了高姬5个儿子，并引导我们抓捕高姬的张继良，或者说孙沐尘。这都是你子虚乌有的猜测而已。子虚乌有？我不知道你们2个人是怎么免于一死的。可是我了解到，当年陛下为了解心头之恨，曾在孙家人身上落下罪字，以防逃脱。哎，我来。怪不得你当时有意遮掩。是我又怎么样？哥哥，是我杀了王珂，是我杀了马志熙，是我诬陷了高姬，但是他们该死，都该死。哥，所谓的将军，所谓的王珂将军，还是个常打败仗的小将。在大唐，我父亲的威名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就在突厥一战即将胜利之时，朝廷内部却认定我父亲在外自立门户，趁班师回朝之际，谋权篡位。是王珂，是他的嫉妒，他联合马志熙陷害我父亲。可怜我父亲当时为国浴血奋战，无心理会这些谣言。可是高姬呢？高姬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他居然背叛了我的父亲，制造了假的信函交给了皇上。当时父亲大权在握，皇上怕他功高盖主，所以草草定罪。漫漫朝战，当时我父亲的生死之交，也是我的义父。他为了我们孙家能留下香火，在押送犯人的时候，把我和我妹妹偷了出来。可他牺牲了他的2个孩子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我一定要为孙家，为那2个孩子报仇。为了报仇，我准备了很多年。是我在军队里先后设计害死了高姬的5个儿子，我要让他尝尝断子绝孙的滋味。自从王珂回朝的第1天起，我就以他熟悉的方式，给他重述了多年前陷害我父亲的过程。他们都吓傻了，他们以为是冤魂索命。我跟马志熙说出自己因为孙承将军的事情受到了威胁，约他出来想问清楚事实。他根本没有想到过，
我就是孙沐尘，所以他被我轻而易举的就杀死了。大仇已报。爹，娘，义父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哥哥，小梅，这么多年，我们过着形同陌路的生活，哥哥都没有好好看过你。你看，这一转眼，长高了，也漂亮了。哥哥，哥哥对不起你，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还在仇人的家里干活，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哥。军医是我弄的，跟我妹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哥，有啥要挂，随便你们。哥，放过我妹妹！哥，走！哥，带她走！快走！哥哥，我不走。带她走！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子苏，带小梅走。走！三炮，好好活着。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现在生病，宫里催得那么紧，你想坑死爹呀？新兰，今天好点了吗？女儿不孝，让娘担忧了。让娘担忧了？哼，你根本就没把爹娘放在眼里。我辛苦了一辈子，才搭上宫里的关系，平时好端端的逛这个庙那个会的啊，好不容易才拿到一个当秀女的名额，这定金也收了，进宫的日期也定了。你说你怎么居然病倒了呢？你，哎呀，大勇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新兰只是染了小病，很快就痊愈了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，可是你不会是在给我装病吧？进宫的事儿要是黄了，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哼！
来，新兰，把药吃了，然后歇会儿。下午那个道长还来做法，你把心放宽，什么鬼邪都会走的。真快显灵！大勇啊，起床了。这是樊社新上的菜品，您赏脸品尝，您请坐啊，马上就来。昌明坊围了好多捕快，据说死了个人，脖子上有牙印，浑身血被吸干，一滴不剩。主啊，吃饭的说什么死啊活的？啊，死人？哪死人啊？干你的活去！去把菜洗了。扫魔，快，跟我走。怎么说跟你走就跟你走了不成？你那份一分也不会少。再来啊！死者死于昨晚子时左右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从颈部的牙印判断，这血应该是被吸干的。刘大娘昨夜什么声响都没有听到，说明这个房间里面肯定被下了迷香。不可能啊，香是我昨天亲手点的。大娘，可能是凶手将香炉里的香料换成了迷香。真是太奇怪了，昨天2更就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4更才停。凶手进出房间的时候，房间的地面上一点泥水都没留下。更奇怪的是，早上大娘醒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的门还是从里面锁上的。什么？确实是这样，我早上起来就看到，我吓坏了，就赶紧往外跑，可是看见门还锁得好好的。他虽然脾气差了点儿，可也不至于这么惨死啊！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留我一命啊？看来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。有人吗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呀！还钱！还钱！快点！快点出来！欠债还钱！有没有管事？谁在说话？快还钱！出来！快点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。快点出来人！快点出来！还钱！还钱！是胡连山家的人来催债的。这个时候来催债？这是刘家和胡家的私事，我们不必管，安心查案吧。看完热闹再查也不迟啊！走，我们看看去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，快出来！干什么？刘大娘，您家里刚刚经历了这样的惨事，按理说我们不该来跟你催债的。
不过谁都知道，我们胡家是常年为宫里挑选秀女的，之前跟宫里拍着胸脯为你家闺女做的保。可是如今，您看您这府上出了这么大事，外边的人都说是撞了邪了。您说，我们怎么能让带了血光的秀女进宫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胡家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，当初下的定金，只退一半就行了。回去请转告你家主人，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退人，我们也不强求。定金我们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大娘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今后该怎么办呢？大娘，夫人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这家人可怜呐。这对刘姑娘来说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对了，我想去刘新兰的房间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道长留下的法器。道长，自从新兰定了入宫之后，新兰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怪病，怎么都治不好。有人说是撞了鬼，我们就请了个道长来做法驱鬼。那个道长是哪儿来的？他说自己是越州来长安的，差不多1个月前，他路过我们这条巷子，我们听他喊1命2运3风水什么的，就赶紧把他请了进来。这事儿听起来像你做的呀？去！我怎么觉得这道长反而是个骗子呢？骗子？不，那不可能！要知道，道长每次做完法，我家新兰确实会好很多。这法事是怎么做的呀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道长每次都让不相干的人出去，然后关上门做法，差不多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出来。那道长住哪儿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这道长的脸上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啊？哦，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红痣？大娘，还劳烦您把姑娘的药拿来给我看看。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，这药是清热解毒的药，可是兰心姑娘的症状却很像是中了一种名叫繁香草的西域草药的毒。这种草药经过提纯，可以作为凝血剂来使用。啊！怎么会有人对我的孩儿下这样的毒手？大娘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刘大娘？毕竟房间是个密室，而且里面除了死者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刘大娘可怜吗？万一她是装的呢？不可能，如果他是凶手，没必要布置成密室招人怀疑啊。而且刘大娘体弱多病，一家人全靠刘大勇撑着。这样说的话，杀死丈夫并没有什么好处吧？还有刘新兰中的毒呢？刘大娘总不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吧？看来得从那个越州来的道士开始查。什么越州来的道士啊？我四娘的消息遍布全长安城，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个道士。我也觉得可疑。这个刘新兰一病，他就出现了；刘大勇一死，
他就不见了。虽然如此，还是麻烦四娘可方打听一下。明白。哎，之前在刘家你说对刘姑娘而言，也不一定是坏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寻常百姓家，跟宫里扯上关系，恐怕是有好些苦头要吃了。行了行了，马上吃饭了，咱们吃完再聊。吃饭？你那么高兴干嘛？李少卿都没说话呢。我一天到晚那么辛苦，不就为了这顿饭吗？我吃饭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李少卿人家不饿呢，瞎操心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给我回来！看我不掐死你！吵什么呀？别跟饭过不去啊！天天李少卿，到我这儿这么抠门？不知道。自从刘大娘家回来以后，就觉得有些恶心。她房里好像有一股隐隐的脂粉味。可刘大娘并没有施脂粉啊，是不是草药味儿？你弄混了？可能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退下吧。是二公子。好。主儿呢？好。主人，二公子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府，正在房里嬉戏弹唱呢。不错。随他随他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好啊。好。哎呀呀呀！袅袅，袅袅，我想你的眼，我想你的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明月，照亮我孤寂的夜晚。袅袅，公子，为您抚琴一曲吧。好啊，洗耳恭听。好曲，好曲啊！公子，您今日真是好兴致，有何好事？算不得什么好事。刘家绣坊的掌柜死了，定金还不上，他家连人带店都归我了。听说他闺女长得还不赖。袅袅，你比他好。他在地下，你在天上。袅袅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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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胡连山，他死了。怎么样？死者死于昨晚此时左右，死因也是失血过多，房间里面被下了极重的迷香。浑身的血被吸干，同一人所为，看样子是。昨天你们主人睡前有什么异常？没有。昨晚睡前，主人问了一下二公子，然后就睡下了。是独寝的。府上两位公子去哪了？大公子常年在蜀地开分号，二公子昨夜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家包夜，早晨刚刚送回去。这升平院的姑娘，还得要二公子亲自送回去啊！袅袅姑娘带了一大箱子乐器，挺沉的。二公子最近又十分的迷恋她，于是叫好几个家仆一块送回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家主人被杀的消息吗？知道。可是，实话跟你们说吧。二公子虽然玩乐的习性跟主人很像，可是在其他方面，他们简直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哟，
家里来了什么客呀？二公子，大理寺的李少卿带着人到这儿来查案了。哦，见过李少卿，父亲的死，有劳各位费心了。请问二公子昨夜子时在什么地方？我昨夜和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唱了夜小曲，家仆们都知道。既然这样，小人先去歇息了。老王，李少卿有任何需要，务必全力配合。告辞。这个胡家公子也够奇怪的，父亲死了，就好像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一样。你看他一身酒味，满脸倦容，真是喝了一晚上花酒。他可以顾兄啊，毕竟他爹死了，这么大的家产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就他好吃懒做的样儿，他巴不得他爹长命百岁，照着他作恶多端呢。再说，他们家还有个能干的哥哥，所以这偌大的家业肯定得落到他大哥头上，他捞不着什么好处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去趟平康坊找何袅袅。早就听说升平院那个头牌何袅袅姑娘是个人间绝色哦。你跟萨姆去。为什么？我闻不了脂粉味。你一定是……走了。你一定是在里面欠过什么债吧？又要回来了，紫苏姑娘可是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妹妹，几天不见了？是啊，我前几天帮我爹出长安办事去了。你们接了个新案子。开绣坊的刘大勇和负责选秀的胡连山前后都死了，全被人吸干了血。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刘大勇委托胡连山把女儿送进宫，可他女儿病重，只得作罢。刘大勇先死了，胡家派人来要了定金，结果第二天胡连山也死了。胡连山，这名字好熟悉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名字在3年前的一个案子里出现过。3年前，永安坊有户人家姓徐，当家的驼背人称徐骆驼。有一天深夜，徐骆驼突然死在家中，他全身的血液被吸干，他的老婆也当场跳河而死。胡连山是涉案证人之一，也是吸血，这么巧，不如我们也去永安坊看看。走。大娘，您还记得这里以前住着一户姓徐的人家吗？他老婆叫月娘，后来还跳了河。哟，你说的是徐骆驼吧？好久没人提过他们了。你们是来查案的？啊，是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麻烦你想一想，当时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徐骆驼原本就是个变戏法的，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总也过得下去。后来他原配死了，就开始赌他家里家徒四壁，穷得揭不开锅呀。再后来，徐骆驼又娶了一个叫徐月娘，懂事的很，长得出了名的好看。可你说这个徐骆驼他就是个无赖吧？他竟然打起了月娘的主意，把她卖给了一个姓胡的富户，做了第8房小妾。这事儿啊，都过去3年了，当晚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我先是听到几声惨叫，哎呦，叫的那个惨哦！我赶紧披上衣裳跑出来，一看，徐骆驼家的门忽然开了，月娘跌跌撞撞跑出来，两眼发直，也不喊也不叫，浑身抖个不停，身上染满了鲜血啊！哎呀，对，别提多瘆人了，哎呦，太瘆人了！那个徐骆驼到底是谁杀死的呢？谁知道呢？有人说，是徐骆驼造孽太多，这阎王爷都看不下去了，派小鬼来索命。是，也有人说
是月娘忍无可忍，杀了亲父。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月娘紧接着就跳河死了。哎呀，自那以后啊，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好嘞，你玩好啊，好生招呼着。去吧。哟，两位郡公子，看着好野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啊？哎，这位是大理寺李少卿。哎呦，贵客，真是贵客呀！少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们这儿保证有您满意的。我们别人谁也不找，我们就找何袅袅。可是袅袅姑娘正在接其他客人呢。少废话，我们李少卿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啊。何袅袅，不是说了吗？做生意。大理寺办案。去，把何袅袅给我叫来。这不合适吧？哪个没眼力的敢跟本捕快抢人？大理寺李少卿。少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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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，小的这就走。去吧。这年头，衙门捕快都有闲钱上升平院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请李少卿上楼小坐吧。袅袅姑娘，不必客气了。姑娘可听说昨天夜里胡连山死了？胡家二公子说，昨夜与姑娘弹唱喝酒到天明，可有此事啊？确实不假。那昨天晚上，胡二公子可曾睡着啊？李少卿，小女子只卖艺，不卖身。袅袅姑娘多想了，既然确有此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少卿慢走啊，少卿慢走。来来来，姑娘们玩起来！误会误会，玩起来玩起来！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和袅袅说那个胡南卓一夜都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哎，子松那边呢？徐月娘的故事可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惨多了。她相公徐骆驼是个大赌徒，赌得家徒四壁，这才把徐月娘卖给了胡连山抵债，做了第8房小妾的。哦，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头绪，明早东市有个大集市，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们去转转，换换脑子。好啊。三炮，好看吗？这我们凡社门口就有，好吧？一点都不浪漫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做工多好，是吧？随便看啊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新到的，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。好漂亮哦，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你别说，姑娘还真有眼光。这个东西啊，现在买不到了，800文。800，这么贵啊？为什么贵啊？现在买不到了，我费好大功夫才买回来的。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三炮啊，过来过来。怎么了？怎么样，东西不错吧？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送我啊！我送你。送我。啊送我！我这儿东西都是最好的，送你啊，送你！我没带钱啊，我找我哥啊，我哥有钱。去。哥，发现了给刘心兰做法那个道士，就那个。看了这么久，就赶紧买回去是不是？啊！哎呦，你便宜点，便宜点。那个我哥买，都是赔钱买你。我哥有钱，送你啊！
你叫什么？你为什么假扮道长去刘大勇家？刘大勇和胡连山之死是否与你有关？刘星兰中的毒可是你下的。中毒？你的货篮里有西域来的繁香草，刘星兰瞳孔放大，皮肤潮红，昏睡不醒，正是中了繁香草的毒。你自己卖的东西，你还想抵赖？怎么可能啊！你可认罪？我不认罪。你等等，先把他带到刘家绣房去吧。你们让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……道长他怎么？刘大娘，新兰姑娘现在如何了？老天保佑，能下床了。啊，还麻烦您把新兰姑娘带出来，再见一见道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新兰，你怎么了？新兰，快坐。这位道长就是给刘新兰投毒的人。这个秦三郎本来是一个卖西域异宝的货郎，害新兰姑娘中毒的繁香草，全长安只有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家新兰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说呀！他就将手足到了棺材里头来，自己不家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为了什么呀，我的傻孩子？他叫秦三郎。2个月前，我们在庙会上相识，一见钟情。不料父亲要把我送到宫里当绣女，我说什么也不愿意。我爹逼得太急，我就偷偷从三郎那儿拿了繁香草，想要以此殉情，结果拿不准用量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新兰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么说，是胡连山和刘大勇坏了你的好事。秦三郎，2天前夜里子时，你在何处？我扮成道长，看望了新兰之后，去了另一个货郎张三郎家，点了1夜的货物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前天晚上子时呢？前天晚上，我在家中独睡，无人能作证。把他先带回去。我，新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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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郎。这痕迹还很新。大娘，这道是什么痕迹啊？是那个道长最后一次做法时带了个挺重的箱子，这印记是被那箱子给磨的。重箱子？难道说道长做法需要很多法器吗？我看了一眼，是装着不少法器。法器？子苏啊，咱们俩先回去吧。
双燕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帮我查一下刘大勇和胡连山他们的伤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好，帮我照顾一下我的新宠啊。哎呀，看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小心点儿，我的新宠。颈部都有齿痕，刘大勇的伤在颈部左侧，而胡连山的伤是在颈部右侧。哦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怎么了？杀死2个人的不是同一个人。双燕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哟，这不是李少卿吗？又来找我们袅袅姑娘啊！真是不巧，袅袅这会儿正要出去呢。哦，袅袅姑娘要去哪儿啊？袅袅正要去胡家，胡二公子明天就去蜀地跟他兄长学做生意了。袅袅要去陪胡公子喝酒饯行。袅袅姑娘，你莫不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杀掉胡家公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杀害了刘大勇和胡连山2人，你可知罪？刘大勇是谁？听都没听过。莫不是你也不曾去过刘家绣房？不曾去过。那这块玉牌，正面刻着生平，背面是个鸟字，袅袅姑娘可认识？这玉牌应该是在杀人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刘家绣房了吧？杀人？少卿真是说笑。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绣房老板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2人？与你的身份秘密有关，这我等会儿再解释。先说一下你的不在场证明吧。胡掌柜，并不是你亲手杀害的，而是你连同你的同伙，也就是刘家绣坊女儿刘新兰的相好秦三郎。这都是谁啊？胡公子该等急了，官人不送。等等，发现了那个箱子，就在何袅袅的房间。抓人吧。得罪了，走。许月娘，这又是什么？我让街坊偷偷看过你，已经确认过了，你就是许月娘。3年前，你被徐骆驼逼嫁给胡连山当小妾，你宁死不从，想必是遭到毒打后，对徐骆驼起了杀心。杀了徐骆驼之后，你跳河自尽，却侥幸逃过一死，流落到青楼。随后，你在青楼又遇上胡南卓，得知胡家要逼迫民女刘新兰进宫后，你气愤难当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这才决心和秦三郎一起手刃胡家人和刘大勇，为刘新兰讨一个公道，是这样吧？可是他们2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这个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个带着有隔层的大木箱就可以了。许月娘家原本是变戏法的，想制造一个这样的木箱，应该不难吧？刘大勇死的当天，秦三郎扮作道长，带着一箱法器，隔层内躲着何袅袅。何袅袅去胡家陪酒的那个晚上，隔层内躲着秦三郎，他俩互相掩护，各杀一人。所谓吸血，不过是用利器戳颈，放血之后，再用繁香草提纯的凝血剂做成血豆腐，带离犯罪现场，障眼法而已。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在密室里杀人，然后逃走，再把门反锁的呢？其实当时他们根本没有离开现场。那天我和三炮来这里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张捕快。以他的俸禄，怎么可能要得到这里的头牌何袅袅姑娘呢？
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何袅袅主动去接近张捕快。你接近张捕快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张捕快的衣服。道士做法，箱子置于房中，何袅袅穿着捕快的衣服从箱子中钻出，潜入死者房间作案。随后，等捕快前来查案时，何袅袅再混入人群离开。这个计划看上去还不错，只可惜我发现了你的身份，还有这块掉落的玉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是的，我是杀了我丈夫徐骆驼，为了还赌债，他竟然将我卖给一个老叟做8房小妾，我不肯，他就毒打我，打我，我反抗时误杀了他，我还和秦三郎一起杀了刘大勇，杀了胡连山，他们全都死有余辜，为财为色，毁人一生的幸福。那天晚上，秦三郎喝醉了酒，闯进了升平园，是我招待的他。他说有个相好的姑娘叫新兰，被爹逼着入宫做绣女，得了怪病，生不如死。听完他俩的故事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我要杀掉这帮畜生。我不能让新兰也变成我这样。我不怕长命。从前的徐月娘早就坠河死了，如今何袅袅的命是靠自己赚来的。我只恨，我恨我没能及时杀掉胡南卓。三胖，把何袅袅带走吧。怪不得当时在刘大勇家，我闻到了脂粉味。跳河自尽，或是青楼卖唱，或是杀人复仇，那也总好过嫁给无赖，忍气吞声，悲惨的度过余生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有的人死有余辜，可是也应该交由律法来决断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为了仇恨随便杀人，那要律法干嘛？是吧？紫苏姑娘。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人人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。对啊，我也有放不下的，放不下筷子。够了你啊！放不下筷子，你小心撑死自己好吗？怎么啦？我能吃怎么了？我再吃也肥不过你呀！